車子一駛進到波士尼亞，我媽的感傷外掛就自動開啟了。她想起大約30年前和一位當地女孩忘年之交的緣分，但我卻沒時間理會她的感嘆，因為我差點被別人打成肉餅了。有個老人拿着長棍瘋狂向我靠近，作勢要打我，我靈魂差點出竅，快嚇死本汪了。我媽也嚇得花容失色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請務必看到最後哦。一輛露營車，3個旅行的意義。我們的巴爾幹半島露營車之旅是一趟同車異夢的旅程。爸爸去追酒，媽媽去追夢，我則去追貓。我是巴庫斯，外表帥氣，內心戲多，一隻長得像狼犬的舔狗。這趟公路旅行的喜怒哀樂，就讓我慢慢說給你聽。今天我們繼續巴爾幹露營車之旅。波士尼亞真的是地靈人傑，沿路的山林風景簡直是絕美，旅遊書不寫的秘境讓人驚呼連連。離開了超美的水魔方之後，我們找了個更秘境、更仙境的瀑布咖啡館。這裡被瀑布小溪和森林包圍着。雖然我媽抱怨這咖啡簡直難喝到爆，連卡布奇諾喝起來都滿嘴咖啡渣味，但她覺得光看美景就值回票價了。正當媽媽起身在周遭瘋狂拍照時，我看見她突然頻頻猛回頭拍我們。原來對桌坐了一整群的在地美女，我懷疑她在監視老爸有沒有偷看。這只是狗狗的直覺，雖然我沒有證據。我們終於要往首都塞拉耶夫方向去，這是個曾經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。只要經過任何一個城鎮裡面，你就會發現牆上全是炮口。大大小小，深淺不一，在很多建築物的外觀都看得到，像是歷史在建築皮膚刻下的刺青，30多年了，至今都完全沒修補。那坑坑洞洞看起來是很觸目驚心，可以想象當時戰況的慘烈。我爸說這叫刻意留存，讓人記得。我媽則是很忙，瘋狂拍照，說這裡隨便拍都很有歷史感，連殘破外牆配上陰天都有淒涼美。而我心裡唯一的重點只有一個，這國家街上的貓咪也太多了吧？朋友們聽好了，這才是專業重點，不是我不關心人類歷史或人文，而是當時只貓從眼前飄過的時候，你讓我怎麼假裝若無其事的路過？今晚停在塞拉耶夫附近的營地，不但可以洗澡，還可以痛快的洗衣服，因為住在露營車1個禮拜沒法洗衣服。我媽的反應就像是抽到了頭獎，一停好車，二話不說，立刻掏出堆積如山的髒衣服拿出來洗，那衣服的味道你們自己去想象。隔天早上，一個年輕女孩挨家挨戶地送上了新鮮的麵包。爸媽跟她聊天，知道她是老闆的18歲女兒，雖然年紀輕輕，但聊起歷史竟然比我媽還要認真。他們開始聊起波士尼亞的坎坷歷史。這國家的全名其實長得要命，叫做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。簡單來說，這裡是2塊地方湊一塊。北邊波士尼亞是森林多的地帶，南邊赫塞哥維納更有地中海感。我聽老媽說，這裡是宗教大熔爐，幾步之內就能看到3種信仰：清真寺、東正教堂，還有天主教堂。3種不同宗教堂寺有時還離得很近。這裡曾爆發慘烈戰爭，90年代南斯拉夫分家不順利，天主教的斯洛維尼亞、克羅埃西亞這2個好兄弟不講武德，先跑掉自行獨立去了。沒想到信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隨後也想從南斯拉夫分家，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就氣炸，不准他們走，於是2方開始打架。塞拉耶佛甚至被塞族人聯合南斯拉夫軍隊圍城，總共被圍了近4年，是現代史上最長的圍城戰爭。女孩說牆上彈孔是提醒後人別忘記這段歷史。我媽聽完也開始講她的認養故事。當年她還是熱血的小資文青，手頭不寬裕卻非常有愛心的捐款，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資助認養了一位因戰爭而失去父母的8歲孤兒。她至今還記得那個紮着辮子的女孩照片和信件。30多年就這樣過去了，我媽站在這片土地上，心裡全是那女孩生活的影子。我想那一刻，她眼前的清秀女孩和記憶裡的戰爭孤兒有了重疊。我爸把咖啡喝完，帥氣地點點頭。我有在感受，只是方式比較放鬆。這就叫做沉浸式的靈魂參與。
進了塞拉宜佛市區時，天色陰沉，這氣氛跟整座城市的感覺很搭。主要街道上幾乎每棟樓都有彈孔，地上的紅色印記叫塞拉宜佛玫瑰，是用紅樹枝作畫遮掩地上的炮孔。爸爸牽着我穿越了廣場的鴿群，這次我很乖，沒有亂抓鴿子。然後我們走到了一座石橋前面，這座叫拉丁橋的世界歷史地位相當高。這又得說起另外一段歷史，只是這些歷史都和戰爭脫不了關係。1914年，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公爵夫婦在橋上遭到塞爾維亞青年暗殺身亡，那一槍就這樣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。現在橋的旁邊停着一輛仿制當年遇襲的轎車，我媽站在那裡沉默地看了很久。當然，歷史再飽滿也敵不過肚子餓的男人和狗。我爸說：“你在幹嘛？”他說：“在感悟歷史。”老爸說：“好感受完了嗎？”我餓了。這就是我爸，絕對是冷場界王者。老爸趁等媽媽傷春悲秋之際，搜尋了評價不錯的在地餐廳。這家烤肉餐廳果真座無虛席。我們找到戶外的空位坐下，我蜷在桌子底下，雖然眼睛沒看，但我的鼻子靈敏程度是世紀級。爸媽看菜單用手機翻譯也看不懂，最後用觀察隔壁桌的點菜大法。服務生端來上來2盤長長的深褐色肉條，這叫 EYP， 是波士尼亞傳統烤肉，用牛或羊絞肉加香料捏成長條狀，放在炭火烤，配在地面包和洋蔥吃，有着濃郁的烤肉香味。爸媽吃得眉開眼笑的不斷點頭，我就在下面等。我一直耐心的等待，然後奇蹟發生，我看見一隻天使的手伸下來，遞了一塊肉給我，這也太感人了。我知道爸媽還是愛我的，只是愛得謹慎，怕我長太胖或吃太鹹影響健康。總之，他們的愛是非常有條件的。塞拉宜佛市集真的很不像典型的歐洲，更像是走進土耳其的伊斯坦堡。沿街賣的都是土耳其茶壺銅器，還有水煙袋。爸爸說這裡曾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，所以那種文化底蘊到現在還可見。不過，爸爸關心的可不是什麼奧圖曼帝國，他對到處可見用子彈做成的用品更有興趣，因為走在街上都可以看到子彈做的筆。媽媽說，把商人武器變成文具，就像是把投筆從容反轉過來，也算是一種溫柔的和解。老爸則覺得子彈筆很帥，買了一支做紀念。他呢，是用金錢為歷史達成和解。愛裝文青的老媽提議品嘗一下當地的咖啡。我們來到了咖啡館一條街，這裡每一家美的都像是網紅打卡名店。然而本汪又被許多店家無情拒絕，找了好久才總算有一家願意接納我。本汪在波士尼亞居然這麼憋屈，待榨的咖啡相當濃，跟希臘和土耳其一樣。喝完杯底留下一層厚厚咖啡渣，我媽差一點拿杯子起來算命。她說可以從咖啡渣中看出東西，可惜當時她還沒遇見我被人追殺的畫面，要是算準了，我們全家可就得先逃了。離開塞拉宜佛，繼續往南方前進，沒想到路邊攤比景點還要吸引人。讓我那好奇心爆表的老爸停了車，那是一家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，從厚重毛皮靴子到鍋碗瓢盆都有。竟然連蜂蜜和大包新菜都在賣，我爸看得出神，好像在參觀博物館。接着又停在另一攤產地直送蔬果，那種在路邊隨機挖寶的購物樂趣，我爸媽最懂，買到後車廂都要爆了。我們要去的是一個我媽覺得絕美的地方，叫做布拉加伊修道院。這裡曾是蘇菲派避世修行的絕美秘境。純白建築嵌在巨大的峭壁下，旁邊是清澈碧綠的河水，任何角度拍起來都像是一幅畫。然後我注意到巷弄裡全是貓咪，我的大腦開始全力運算追貓路線。有一次距離貓咪只剩下1毫米，旅遊愉悅指數此刻瞬間到爆表，然後被老爸硬生生地把我拉開。我和爸爸展開一場力量拉力賽，我往前衝，他往後拉回現實世界。然後我又遇到了狗騎士的事情了，連修道院對岸的步道前都標示狗不得進去，狗不得入內。我可是巴庫斯爺，在家有沙發門外有人誇好可愛，竟然被一個牌子判定不得入內。社會的偏見真的是無處不在呀！爸媽只好輪流當我的保姆。
爸爸先進去快速的逛一圈，出來換媽媽進去感受一下。我和媽媽先在入口前等爸爸。這時旁邊又出現幾隻貓挑釁，我的衝動已經快要在體內爆發。老媽怕我暴衝牽繩繞在柱子上。這時候出現一位老先生，只見他激動地用長棍猛戳地面，兇巴巴地對我們破口大罵，一副做事要打我的姿態。我老媽和我嚇得往後退，幸好老爸及時走出來把我牽走，迅速離開現場，那老人才停下來。老媽回到車上還在驚魂未定中，雖然風景很美，雖然烤肉很好吃，雖然這裡歷史值得每個人深思，但我到處被人歧視，還差點被打。修道院不能進餐廳，也不能進入，唯一能接近的貓永遠差1毫米，這種體驗簡直是人間煉獄。為了撫慰我那受創的小小心靈，老爸特地找了間戶外景觀餐廳，跟老媽點了整桌的海鮮大餐，還偷偷塞了一塊肉給我做補償。看見美食媽媽終於露出了笑容，她的不爽瞬間融化在熱量裡。晚上老爸找了處隱私聖地紮營，這裡有潺潺流水，還有絕美風景，讓老媽徹底忘了下午那段噩夢。人類的記憶力跟本汪尾巴一樣短，今晚只有我們大自然才不歧視狗。本汪的心情頓時變得輕鬆無比，我也終於能安穩地睡個好覺。下一集我們要去波士尼亞最美的小鎮莫塔爾，還要看看波士尼亞的瀑布奇觀。但我最開心的是，我們終於要離開波士尼亞，再度回到克羅埃西亞和去斯洛維尼亞了。我聽說這2個國家的人都很愛狗，我終於可以大搖大擺地到任何地方。老爸的鼻子已往葡萄酒方向靠了。我們下一集見巴爾幹之旅最終章，不見不散。記得訂閱本汪的頻道。